趁着婆婆不在家，偷偷给她收拾北京3环这个堆积如山的房子。昨天已经把这个家里面东西最少的一个卧室给它扔成了这个样子，扔出去了这么一大堆。不光是把表面的东西扔出去了，还扔掉了一个柜子。今天接着收拾这个箱子，昨天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收废品那个大哥就来了，所以给他落掉了。看了一下，这个箱里面装的都是过期的油，也是2017年的了。我感觉应该是阿姨放在这就忘记了。其实这个家里面没有囤的多余的粮食啊、油啥的，整个家可能也就是这个屋里发泄的这些米面油，就连厨房也没有这么多，厨房可能就只有一点米和面。可能因为阿姨平时不做饭，也不关心这些东西有没有。这都是从大衣柜里掏出来的，放了好多年都没动过了。让粉丝姐姐确认了一下，她说都不要了，让我翻翻包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，如果没有的话就都给它扔出去就行了。这还有一些口袋和垃圾也是从这个大衣柜里翻出来的。有人好奇怎么都是偷偷的给老人收拾屋，是不是故意这么说的？还真不是，我一共干了10多家了，是给谁收拾那就是给谁收拾，可能偷的收拾的一共就3家吧，网发店1家，四川1家，再加上这个小姐妹，可能也是因为有了第一个偷的收拾屋的小姐妹，然后受到了启发，也想的把家里老人的屋给收拾收拾，然后慢慢的才有了后来这2期。只要是偷的收拾屋的，肯定都是那种家里的环境特别乱，然后老人还不让收拾的。就像我收拾四川那一家，是因为阿姨本身身体就不太好，家里环境特别恶劣，一进去就各种咳嗽啥的，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了。家里面40、50年的东西都留着，有好多地方也发霉，然后被老鼠霸占了，不收拾不行了。这个阿姨家也是一样的，环境也是不好，东西堆的到处都是，阿姨都已经在这个家里面摔倒了，所以才趁着这次机会给她好好收拾一下。说偷的收拾可能更吸引人一些吧，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去故意编造啥的。发的每家的情况也都是真实的，基本上都是粉丝姐他们告诉我什么可以讲的话，然后我就穿插到这个视频里面。这样不光是看了断舍离解压视频，还了解了一个家庭的故事，这样也挺好的，是不是？从中还能受到一些启发什么的。这个大衣柜和床底下的东西几乎是全扔出去了，一点都没留，扔出去这么一大堆。先把留下来这些碗给它刷出来，然后控着水等了干，然后我再去收拾卫生。这样收拾完了以后，回头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了，省得让它在外边过夜有小东西爬上去啥的。其实我收拾的每一家粉丝小姐妹都特别给力，她们都愿意把家里的情况分享出来，给我提供一些配音的素材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，要不然我收拾这么多天，配音真的是个大难题。但是昨天粉丝姐跟我讲一件事，我跟你们学就学错了，都怪我没认真看。她发的语音我是翻译的文字，然后就是看的有点着急。我不是说的是阿姨住院以后，粉丝姐从这个家里面收拾出去了10多袋吗？其实人家粉丝姐说的是从另外一个家，就是离她家比较近的那个屋，阿姨可能之前去住过3周还是2周，然后就把家里糟的可乱了。等阿姨住院以后，她从那个家里面扔出去了10袋垃圾，我就给当成从这个家里扔出去的了。所以呢，我昨天那么一说，可能有人就觉得明知道家里有蟑螂还找我来收拾，所以这里我必须得跟粉丝姐姐解释一下，其实这个环境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，就是再脏乱差的我都可以接受，我不怕脏也不怕累，只要是收拾完了以后反差效果大就行。其实我还挺喜欢这样脏乱差的环境，像之前家里有老鼠的我都收拾过2家，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比这个要可怕多了。其实他们这一块的蟑螂不是这几年的问题了，都已经是好多年了，听邻居阿姨讲差不多都有10几年了吧，整个楼都有，谁也不知道是从哪传出来的，他们都已经是没有办法见怪不怪了。而且从评论区能看到北京好多地区它都有，但是说实话我得有10多年没见过蟑螂了，就是我家老大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那个原来那个房子有，特别是晚上半夜你进厨房的时候你就看吧，那个台面上都有爬的，可瘆得慌了。到后来也不知道是咋没的，反正就是从那以后再没有看到过，都让我走的时候把衣服鞋都撇了。我就是那么想的，不管下一家去谁家或者是回自己家，我这衣服和鞋肯定是都扔了，我都买新的了，然后走之前把带走的东西再给它喷一遍药。我现在每天晚上走之前，这个脚底下都得用药喷一遍，把这个床给它周起来，下面给它擦一遍，老多灰了。
其实地板上这些浮灰可以不喷油雾镜。前两天收拾厨房的时候碰见蟑螂了，我就拿油雾镜喷，立马它就不动弹了。所以我就想着把它地面也给它喷一喷，如果有那个卵啥的，是不是也能给喷掉了？管它有用没用的，反正喷一遍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。它这个床和床垫子不匹配，床小床垫子大，它前边长这么一块，感觉特别别扭，所以我把这个让它后边有个缝，前边是齐的。如果粉丝姐姐觉得这样不好的话，到时候我再给它调过来。我感觉后边有个缝，放个枕头啥的它不耽误，要是前边有个缝一坐吧就不实诚。我本来想把这个桌子给它转过来，量了一下尺寸不合适就没转。这个桌子也有点长，1.4米长呢。大衣柜也给它往前挪挪，把后边给它擦一遍。像我这样把抹布绑到平板拖布上，擦它这个大衣柜的后边呀、墙啥的，还挺得劲的，省了踩凳子上去下来的。如果是那种特别脏的地方，可以把油镜喷到抹布上。大衣柜里边也不怎么脏，所以我就啥也没喷，用湿抹布直接擦的。外边我就喷了点多功能清洁剂，看着不怎么脏，但是用抹布一擦都是黑色的。家里要是有怕腐蚀的家具、水龙头，就可以用这个多功能清洁剂了。还有冰箱、烤箱那种接触食品的也用它。这个插座也不要了，粉丝姐说里边可能会有蟑螂卵。今天的视频全是收拾卫生了，我自己看的都没有什么意思，就这一个地方脏的吧。然后电话还没电了，后边没录上。它这个家具几乎都是深色的，擦了和没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但是这个卧室也是干了1天半，好2天的时间呢。我剪了2天的视频，好多人觉得视频太短了，不够看的。其实也不短了，快10分钟了，跟我刚开始拍断舍离那个视频多了快1倍的时间了。我最开始拍断舍离的时候，那个时长就是5、6分钟，慢慢的7、8分钟、9分钟、10分钟，有的时候还10几分钟。就是看完时间长的再看短的，就感觉它不够看了，是不是？从下一期视频开始，那个时长应该都短不了了。把这些空好水的盘都给它放到冰箱里吧，这样应该爬进去的几率更小一些吧。这些放不进去的就给它放到柜子里。又到了每天的一扔垃圾，我现在要是哪一天不给大哥打电话，他都有点不习惯了。今天一趟没拉了，还剩了一个大包裹。粉丝姐姐在评论区看到你们说这个好用，然后她买回来了，把我收拾完的地方都喷了一遍。她说这样有一个保护膜，蟑螂就不来爬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把厨房和小卧室能喷的地方都给它喷上了。这个小卧室就收拾完了，看一下前后对比吧。这个床垫子我收拾完的那天，粉丝姐说要给它扔掉，但是这2天那个大哥好像没有车拉，然后就一直没拿走，等过2天再拿吧。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还以为这个小屋是没有窗户的，其实这个小屋的阳光也挺好的。我说阿姨原来打在这个床上睡的觉都是东西，乍一看还像没人住的房子呢。收拾完看得清爽多了。明天开始收拾另一个卧室了，准备用2天的时间给它收拾出来。